明明是年入百万的顶尖数学教授，却偏偏给一个刚满7岁的女孩单独上课。为了考验女孩的实力，教授特意出了一道世纪难题。只见女孩神色凝重，紧盯黑板，可足足看了2个半小时，却仍没有丝毫动静。教授顿时十分惋惜，看来女孩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厉害。回家的路上，外婆为了不让孙女受到打击，一路都在抨击教授出的题太超纲了，明显就是故意刁难。却没想女孩突然说那道题目是个无解的伪命题。What? Well, for starters, you forgot the negative sign on the exponent. It went downhill from there. Problem was unsolvable. Maybe the school isn't as great as you think it is. 听到此话，外婆十分气愤，于是立即带孙女重新回到了学校。看到女孩成功将题目改正后，教授显然被她惊讶到了。紧接着，在女孩行云流水般的解题思路之下，原本空荡荡的黑板逐渐填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。在教授不可思议的目光中，女孩仅用了2分钟便解出了这道超级难题。Mary, you knew the problem was incorrect. Why didn't you say anything?Hank says I'm not supposed to correct older people. 没想到女孩小小年纪不仅智商超群，就连情商都足以碾压大部分成年人。而玛丽之所以这么聪明伶俐，全都源于她异于常人的身世和频频阻碍她学习的舅舅。玛丽从小便跟随身为修船工并兼职美国队长的舅舅一起长大。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，但他依旧竭尽所能，精心呵护着玛丽的成长。然而直到这天，当舅舅看到7岁大的玛丽竟然在攻克一本高等数学后，立即提议要带她出去玩一回，却没想玛丽竟头也不抬地回他：学习使我快乐。Come on, it's nice out. I don't care. 看玛丽油盐不进，于是舅舅立即上前收走了她的课本。可玛丽反手就拿了本线性代数，再次被抢走。他又拿出了微分方程，最后气得舅舅一把将她抱离了家中，因为他不希望玛丽在本该玩乐的年纪，将精力全都用在学习上。在他看来，小孩子就该有小孩子的样子，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比什么都重要。至于玛丽的天赋，舅舅并不觉得惊讶，因为他们一家都是超级天才。原本的他并不是修船工，而是顶级院校里最年轻的教授，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再加上又要照顾玛丽，所以他从大城市搬到了偏远的小镇。为了让玛丽能多接触一些同龄孩子，舅舅很快便为她找了一所普通小学。虽然玛丽很不情愿，但为了不让舅舅失望，她还是搭上了学校的大巴。可舅舅不知道的是，正是这一决定，即将让她失去自己一手带大的玛丽。因为是第一次上学，当听到老师教的竟然是个位数的加减法，玛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3 plus 3? Really? What kind of school is this anyway? But everyone knows it's sick. 看到玛丽这么没有礼貌，老师直接命令她站了起来，随后问了几道更难的问题。然而面对老师的加减法提问，玛丽依旧对答如流。虽然有些惊讶她的天分，但为了保住自己的颜面，老师直接问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口算的题目。57 multiplied by 135? 看到玛丽没有回答，反而还叹了口气，老师以为自己镇住她了。见状，老师立即拿起一旁的计算器，可答案不仅一模一样，就连平方跟玛丽都算得分毫不差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于是老师直接喊来了校长，却没想玛丽连校长都不放在眼里。 She's the boss. Mrs. Davis is our principal. Okay. Okay, now I want you to get on your phone and call Frank and tell him to get me out of here. 这下老师与校长都懵了，两人都没想到天才儿童竟比问题儿童还难搞。于是为了检验玛丽的真实水平，老师当即给了她一份高中数学卷纸。然而仅仅过去了5分钟，玛丽便答完了所有题目。这下老师彻底震惊了。就这样，开学的第一天，舅舅便出现在了校长室。校长告诉舅舅，玛丽在这里只会埋没自己的天赋，只有天才院校才是她的归属，并且校长还表示愿意为玛丽提供全额助学金。却没想舅舅想都没想便拒绝了，并且表示玛丽只会在普通学校就读。这样的说辞让老师和校长十分不解。明明所有家长都会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可这个男人怎么反其道而行之？于是，在舅舅走后，老师立即上网查阅了玛丽的资料，然而结果却令他震惊了。原来玛丽的妈妈竟是差点解开世界7大数学难题的顶尖天才，网页上写满了她获得各种奖项的荣誉，可却不知为何竟在7年前自杀身亡。回家的路上，舅舅告诉玛丽，你是全世界第一个在1年级就敢冲校长发脾气的人。听到此话，玛丽有些许窃喜，但她还是乖乖向舅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于是舅舅教导她，即使你懂得再多，也不该让老师下不来台，更不用说顶撞校长了。看到侄女一副乖乖女的形象，舅舅也十分无奈，随后宠溺地带她享受起了海风。好在第2天上学，玛丽听进了舅舅的劝导，她重新向大家做了自我介绍，还给同学展示了自己收养的独眼小猫。比起第1天桀骜不驯的模样，此时的她显然礼貌了许多，但却还是看不起周围的同学。 Get a hold of yourself. 于是玛丽放下了自己孤傲的姿态，却没想这时一只脚突然将男孩绊倒了，精心制作的手工也在瞬间崩塌，而绊倒他的人非但不道歉，还一直出言嘲笑羞辱。看不过的玛丽立即站了出来，可对方更是嚣张的连她也一并嘲讽了起来。于是
就这样，舅舅又一次来到了学校。虽然玛丽的做法有些偏激，但他并没责怪玛丽，反而在校长面前赞扬了她打抱不平的初心。Today's a bad ending. You can't hit people, but a 12-year-old bullies a 7-year-old, and she stands up. Do you know how important it is to me that she did that? You know how proud I am of her? Aren't you? 但打人肯定是不对的，于是玛丽只能在全班同学面前进行道歉。但她接下来的话却再次震惊了老师。Hitting people is wrong, even if they're bad. I won't do it again, so don't be afraid of me. How can I say something I want to say? Sure. Before they ruined it, Justin Zoo was the best art project. By far. It was awesome. 本以为玛丽会不服学校对自己的处罚，却没想她竟带头夸赞起了男孩的作业，为心情低落的男孩送去了温暖。这样一个聪明、正义、高情商的女孩，让老师更加对她产生了好奇。于是夜晚，他立即找上舅舅，打听起了玛丽的情况。原来玛丽的妈妈虽然智商很高，但情商却低得出奇，满脑子只有学习的她，很快就被一个渣男欺骗了感情，最后未婚先孕怀上了玛丽。而渣男因为不想负责任，果断抛弃了他们母女，并且玛丽的外婆是个非常苛责的人，她一心希望女儿能够攻克顶级数学难题，然后名垂青史。于是，在得知女儿未婚先孕后，直接与她断绝了母子关系。就这样，玛丽的妈妈患上了抑郁症，在自杀之前将女儿托付给了哥哥抚养。因此，舅舅不想玛丽重蹈妈妈的覆辙，他只希望玛丽能度过一个美好的童年，能在充满童真的普通学校结识有温度的普通朋友，而不是在严格的天才学校整天面对冰冷的教材。可令舅舅没想到的是，因为这次的打架，再加上他拒绝让玛丽去天才学校就读，因此校长认为舅舅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监护人。Bring me every piece of paperwork we have on this girl. 没过几天，7年间玛丽从未见过的外婆出现在了他们面前。That'll be your grandmother. Holy shit. 而外婆从前也是顶级的数学天才，可结婚生子后，她便放弃了学术研究，将所有期望都放在了更加聪明的女儿身上。于是她从小便苛责地给女儿施加各种学习压力，最终间接害得女儿走上了绝路。而外婆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玛丽的监护权，因为她听闻了玛丽有着比妈妈还高的数学天赋。为了让玛丽能够接受自己，外婆给她带来了各种礼物，而其中最让玛丽惊喜的，莫过于下载着各种学术书籍的笔记本。可这一做法立即引起了舅舅的反感，于是毫不客气地将她请出了家门。却没想母亲此行势在必得，不仅对女儿的死没有丝毫愧疚，甚至认为她的自杀是懦弱的表现，最后竟将自己的亲儿子告上法庭，以此争夺玛丽的抚养权，并且外婆花重金聘请了顶级律师。她上来就对舅舅发出了强势进攻，质疑他的经济水平根本无法给到玛丽健康幸福的生活，因此请求法官能将抚养权判给经济条件优渥的外婆。好在舅舅的律师也毫不示弱，仅用一句话便化解了此次危机。 My client took an infant under his wing for one reason only. It was his sister's desire that he do so. 虽然第一次庭审没有争夺到抚养权，但外婆却也成功获得了每月2天的探视权。然而对方律师在法庭上的发问，却让舅舅对自己产生了质疑，因为以他的经济条件，确实给不了玛丽想要的一切，而他们更是为经济情况闹过脾气。 Last month you said I was the worst uncle in the world and you wished death upon me because I didn't buy you a piano. Did you mean that? No. Not entirely. 并且外婆也从给玛丽带礼物时看出了她有许多想要的东西，于是外婆便带上玛丽前往了大城市，想让她见识一下大城市的生活，好让玛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就这样，外婆将她带到了麻省理工大学，看着眼前只摆放了一张相片的墙壁，外婆告诉玛丽，这上面都是困扰了世界1000年的数学难题，只有破解的人才有资格将照片挂在上面。而你的母亲原本有机会实现这一壮举，但她却懦弱地选择了逃避。 Maybe I'll have my picture up here someday. If you really desire it, you can have your picture there, darling. I can help you. 接着他便带玛丽找上了麻省理工的数学教授，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玛丽成功向教授证明了自己，而她超高的数学天赋也让外婆彻底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将抚养权争夺过来。于是，在第2次开庭的时候，外婆竟找来了玛丽的亲生父亲，并且花重金与他达成协议，势必要将玛丽的抚养权争夺过来。还好在接下来的提问中，法官从舅舅律师的口中得知，玛丽的亲生父亲不仅从未尽过自己的职责，甚至连玛丽的名字都打不出来。于是舅舅再次守住了玛丽的监护权。 然而，在这场抚养权争夺战中，最受伤害的其实是玛丽自己。她不明白外婆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争夺自己，为什么父亲明明见到自己了，却连声招呼都不打就直接离开。I was the dad of the little girl who never saw her. And I was in the same town. I would visit her. Doesn't even want to see what I look like. 看到一向傲娇的小公主哭成这副模样，
舅舅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了。于是当晚他便带着玛丽来到了医院妇产科的门口。看到这一幕，玛丽十分羡慕，而舅舅温柔地告诉玛丽，你出生的时候我们也是这副样子，所以你并不是没人要的孩子。 Who came out and told everybody? I did. 终于，玛丽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了笑脸，并且她更是开心地跑到陌生人的身边，与他们一起感受着这份激动人心的喜悦之情。很快，第3次庭审到来，这次外婆刁钻地指出，玛丽是10亿人里才会诞生出的一个天才，天才的诞生会为人类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做出很大贡献，所以理应让玛丽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并且律师更是指出，如今的舅舅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，不仅无法给玛丽提供教育资源，更是连一个独立整洁的房间都无法提供。等玛丽逐渐长大，这样的家庭条件显然会影响她的未来。律师的话把舅舅对得哑口无言，因为这些问题也一直都是他内心的纠结与困扰。 What's your greatest fear? That I'll ruin Mary's life. 最终，为了玛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他只好选择了妥协。第2天，舅舅前来参观了寄养家庭，这里的环境很好，不仅有玛丽梦寐以求的钢琴，并且养父母也十分和善，他们还表示愿意接纳玛丽收养的独眼小猫。毫无疑问，这里的生活环境显然比他的小破屋更适合玛丽成长。然而到了分别的时候，年幼的玛丽却误以为是舅舅不要自己了，因为就算她再怎么天赋异禀，也理解不了舅舅的苦衷。 Please, Rick. Why you leave? Come on, because the court said I had to. You know this. We've discussed this in this. 没有了玛丽的陪伴，她的生活就像失去了色彩，只能不分昼夜地用工作来麻痹自己。然而，当她好不容易熬到了探视的日子，满心期待地带着礼物来向玛丽道歉时，却被养父告知玛丽不想再见到你了。想到分别时玛丽的苦苦哀求，舅舅明白她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过渡，于是，在留下礼物后，他失落地离开了这里。却没想之后一连几个月，每次舅舅前去探视，都会被养父以相同的理由劝退，这让他意识到，或许自己是真的伤透了玛丽的心。然而，直到这天，老师竟意外看到了独眼小猫要被安乐死的消息，于是便把这张照片拍下发给了舅舅。于是他立即来到宠物收留中心，及时将小猫救了下来。这下他终于确定，一定是母亲暗中干涉了玛丽的寄养家庭。于是他立即回家取出了一个神秘的箱子，然后匆匆赶到了寄养家庭。果然在这里发现了正对玛丽进行严格培训的母亲，他顿时被气得火冒三丈，直接拿出一本文件交给了母亲。却没想玛丽看到舅舅到来后，直接怨恨地逃离了这里。 You said you would leave me. I made a mistake. I'm so sorry. I missed me there. Because I thought I was bad for you. And then it dawned on me, if Mary is this amazing, smart, sweet human being, then I must be doing something right. 安抚好玛丽后，舅舅重新找上母亲，而此时的母亲早已被文件上的内容震惊到了。原来那道世纪难题早已被自己的女儿解开了。于是他生气地质问儿子，为什么不早点拿出这份学术研究？却没想舅舅说这是姐姐临终前的遗愿，他希望这份文件在母亲去世后才能公布。She died 6 years ago. It wasn't her death she was talking about. 听到这话，母亲彻底呆住了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被自己寄予厚望的女儿会如此的恨她。看着每一页都沾满泪痕的手稿，一向强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原来自己一直强逼女儿钻研的学术，竟给她造成了如此大的负担。原来真的是自己间接逼死了女儿。她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儿子要与她断绝母子关系，为什么女儿宁愿将玛丽交给贫穷的舅舅抚养，也不愿将玛丽交给富有的自己抚养。最终，外婆放弃了争夺玛丽的抚养权，而舅舅也不再刻意压制玛丽的天赋，将她送到了天才学校就读。但为了避免玛丽走上姐姐的老路，他会经常带着玛丽来到普通学校，让她与这里的人一起玩乐交友。相信在这样氛围下成长的玛丽，一定会度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。孩子不是父母实现梦想的工具，也不是一门要投资的生意。要记住，上天赋予孩子的非凡天赋，那是给予孩子自身的珍贵礼物，而并非给予身为父母的我们用来炫耀或利用的资本。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有着自己的灵魂与梦想。我们要做的是做好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引导者和守护者，而非主宰者。尊重孩子的天性，给予他们足够的爱与自由，才能让他们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，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与意义。